我妹妹布里特妮一门心思想去礼仪学校，就像那些网红一样，好嫁个有钱人。我试着劝过她，礼仪学校可不便宜，而且根本没法保证能钓上金龟婿。难得这次布里特妮听了我的话，没去成。可后来她发现，我们的邻居艾希莉去了礼仪学校，居然真的嫁给了一个百万富翁。布里特妮彻底疯了，她怪我毁了她当金丝雀的机会。一天晚上，我睡得正香，她直接一刀捅进了我的心脏。然后我醒了，我回来了，回到了布里特妮第一次说想去礼仪学校的那天。这次我决定闭嘴。哐当，一声巨响把我惊醒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的房间，而他们三个就站在混乱的正中央。他们见我醒了，尴尬地对视了一眼。最后，我妹妹布里特妮怒气冲冲地瞪着我，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。看什么看？我们就是进来看看你是不是藏了东西。爸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你居然偷偷藏私房钱。听了布里特妮的话，爸妈也跟着附和，帮着她说话。他们指着我的鼻子，毫不留情地指责：你妹妹说的对，我们累死累活把你拉扯大，你欠我们的，赶紧把所有钱都交出来。听到这些熟悉的话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，彻底懵了。我下意识地摸向胸口，触碰着心脏的位置。我不是刚被布里特妮杀了吗？她不是一刀捅进了我的胸口吗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爸妈的指责还在耳边回响。和上一世一样，布里特妮想跟风网红，去礼仪学校，然后嫁个亿万富翁，一步登天。但上次我觉得这想法太荒唐了，而且礼仪学校的学费会花光我们家所有积蓄。拜托，我们只是普通的工薪家庭，根本负担不起这种开销。再说，去了礼仪学校也不代表就能嫁入豪门，那些全都是网上的营销噱头。我试着劝布里特妮，让她脚踏实地一点。布里特妮居然真的听了我的话，没去礼仪学校。可后来，我们的邻居艾希莉就是去了那该死的礼仪学校后，真的嫁了个大人物。她成了现实版的金丝雀。布里特妮彻底崩溃了，满心嫉妒，认定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她毫不犹豫地抓起一把刀，直接捅进了我的心脏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理清思绪。现在我终于相信了，我真的死过一次。但不知为何，我重生了。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绝对不再多管闲事。布里特妮想去礼仪学校，那就让她去。我一分钱都不会给她。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。我爸妈从小就偏心。虽然我和布里特妮都是他们的女儿，都是他们身上掉下来的肉，但他们眼里从来只有布里特妮。布里特有的，我没有；我有的，布里特妮也必须有。从小到大，我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，做饭、打扫，什么都干，而布里特妮却像个公主一样，等着我伺候。我得到的只有辱骂和殴打，全家人都把我当佣人使唤，根本不把我当人看。但在我心底，始终抱着一丝微弱的希望。毕竟，我还是他们的女儿啊。就算日子再难，我们终究是一家人。可这一次，我再也不抱有幻想了。我不需要这样的家人。我冷漠地看着他们。我有多少钱，你们心里清楚。我每个月的工资都一分不少地交了出来。布里特妮的脸因愤怒而扭曲。那根本不够。我必须去礼仪学校。报名费就要$10,000，你必须想办法凑齐。爸妈犹豫了一下，但我知道他们藏着一笔私房钱。他们只是想先把我榨干而已。第二章，搬出去。面对布里特妮的要求，爸妈立刻又把矛头指向了我。他们竟然想让我贷款，给布里特妮支付那该死的礼仪学校学费。但我已经不是上一世那个傻瓜了。我不会再劝布里特妮放弃，更不会为了她去贷款。我站起身，开始把我的东西往行李箱里扔。我要离开这里，我要搬出去。如果继续和这些人待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怕我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看到我在收拾东西，全家人都炸了。妈妈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。你这个小贱人！
敢踏出这个家门一步，就永远别想再回来。我捂着脸颊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。爸妈用充满恨意的眼神瞪着我，而布里特妮则幸灾乐祸，看得津津有味。但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任由他们欺负了。我高中都没毕业，就直接辍学打工，养活了这一大家子。他们花着我的钱，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就像皇室一样。见我是真的要走，布里特妮突然慌了。没有我这个提款机，她根本付不起礼仪学校的学费。她本能地伸出手，挡住我的去路，想阻止我离开。但我再也不会听她的了。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笑容。爸妈不是有钱吗？我的钱都在他们那里。你这么想去礼仪学校，怎么不找他们要？听到这话，布里特妮立刻转过身，把目光投向爸妈。爸妈眼神躲闪，不敢与他对视，脸上满是愧疚。他们大概也觉得这礼仪学校不靠谱。但布里特妮是他们的心肝宝贝，是他们从小宠到大的掌上明珠。他们根本舍不得拒绝他。我趁机抓起我的包，走出了家门，没有回头看一眼。就算身无分文，我也不想再在那个房子里多待1秒钟。待在那里让我恶心，让我窒息。我一走，布里特妮就冲进爸妈的卧室，把整个房间翻得底朝天。他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存折。存折上显示余额有20万美元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我这些年交给他们的钱。看到这么多钱，布里特妮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这笔钱足够支付礼仪学校的学费，还绰绰有余。他甚至可以买些新的名牌货。布里特妮抓起存折，径直冲向门口。爸妈试图阻止他，想把存折抢回来，那可是他们的全部积蓄。那本是他们的退休金，是他们老了以后用来养老的钱。但布里特妮知道怎么拿捏他们。他立刻换了一副表情，露出最无辜的眼神，撒娇道：丽萨总能赚到更多钱的，不是吗？你们总说最爱我了。等我去了礼仪学校，嫁个有钱人，你们就可以搬来和我一起住，享清福了。爸妈对视一眼，对布里特妮的爱战胜了对金钱的不舍。他们心底也梦想着能过上好日子。他们觉得只要布里特妮能嫁个有钱人，他们就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能过上奢侈的生活了。就这样，布里特妮轻易地拿到了20万美元。她和邻居艾希莉一起报名参加了礼仪学校，而我被赶出了自己的家，口袋里只有200美元。这是我偷偷攒下的全部积蓄。我在工作中赚的任何钱，他们总能想办法拿走。一开始，他们还会找些借口，说替我存着。但后来我亲眼看到，他们把我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交给了布里特妮。从那以后，他们连装都懒得装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。从现在起，他们的生活与我无关。我根本不在乎他们会怎么样。我也绝不会再劝布里特妮放弃去礼仪学校。这一次，我要为自己而活，只为自己而活。我没有名牌大学文凭，只能做体力活。但我很幸运，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，也不算太辛苦的工作，在一家大公司打扫办公室。第3章，做我的女人。现在最重要的是活下去，而活下去就需要钱。如果我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，就必须一步一个脚印，脚踏实地的努力。靠自己赚钱谋生，没什么好羞耻的。但说实话，像我这样一个年轻女孩，穿着单调的清洁工制服，在这群衣着光鲜的商务人士中，确实显得格格不入。其他清洁工都是年纪较大的女士，大多数都快60岁了。我是唯一一个20多岁的，简直是团队里的小屁孩。从第1天起，他们就对我冷淡疏离，好像我不属于这里一样。当然，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。我知道自己会是那个不合群的人。主管给了我最糟糕的任务，打扫 CEO 的办公室。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暴躁，如果你打扫的办公室不符合他的要求，他会立刻解雇你。据说他已经换了一大批清洁工了，所以我自然就被派去打扫他的办公室了。其他清洁工在我背后几乎要庆祝起来，都以为我午饭前就会被扫地出门。
他们都已经过了鼎盛时期，身体有些疲惫，脸上也留下了岁月的痕迹。而我，一个年轻女孩的出现，他们可能会想起自己年轻漂亮的时候。感受到他们的目光，我不禁有些紧张。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工作。我听说 CEO 有洁癖，他是个十足的强迫症，完美主义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告诉自己只要做好本职工作，低调行事就好。我推开门走了进去。我尽量不去看坐在大办公桌后面的男人，只专注于打扫。我非常小心，用合适的抹布擦拭每一个表面，不想搞砸任何事情。但全程我都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像激光一样灼烧着我的后脑勺。尽管我努力保持冷静，但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这是我现在唯一的工作，我不想失去它。终于打扫完了，我转身准备离开。突然，有人叫住了我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那个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，但我还是转过身，眼睛依然盯着地面。我叫丽萨，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恭敬一些。然后我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，下一秒，有人抓住了我的下巴，把我的脸抬了起来。我抬起头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这个人，他竟然是我一夜情的对象。那是一个雨夜，我工作到很晚，午夜过后才回家。转过一个街角，我看到一个男人躺在地上，浑身是血。我的第一反应是打911，但那个男人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恳求我把他带到安全的地方。他基本上是在威胁我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把他带到了我的秘密基地，码头边的一个废弃仓库。那是我心情低落时会去的地方，只是为了逃离一切。仓库后面甚至还有一张旧床垫。我把他安顿好，然后答应他不会报警，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发生了什么事。那个男人本来打算放我走的，但后来他开始呼吸急促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，布满了血丝。接下来的事情，一切都天旋地转。我的衣服被撕碎，转眼间我就一丝不挂了。那些被埋葬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。我低下头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既有恐惧，又有尴尬。CEO 怎么会是那个男人？杰克·雷诺兹又走近一步，声音低沉而充满威胁。还记得我吗？那个雨夜，你和我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的脸颊开始发烫。我本能地摇了摇头。雷诺兹先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杰克轻笑一声，那笑声低沉而危险。你的后腰有一个小小的红色胎记，形状像一颗心。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吗？我不知道杰克想要干什么。他想对我做什么？我已经努力忘记那个夜晚，把它抛在脑后了。看到我的困惑，杰克凑近我，明确告诉我他想要什么。做我的女人。第4章，接受。听到这些话，我的第一反应是拒绝，立刻离开这里。但随后杰克说了一句话，让我停下了脚步。我没有妻子，没有女朋友。你跟我走，做我的女人，我每个月给你500万美元。500万美元，就算我工作100年，也赚不到这么多钱。我只是个普通女孩，说实话，听到这么多钱，我承认我犹豫了。杰克看出了我的犹豫，进一步施压。我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。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 CEO 办公室的。我感觉自己像在飘，脚好像都没沾地。就这样，我走进办公室时还是个清洁工，走出来时却完全变了身份。杰克·雷诺兹的女人。我从未想过，那个和我有过一夜情的男人，竟然是杰克·雷诺兹。毕竟，谁没听说过杰克·雷诺兹呢？他是个商业传奇，全球知名人物，常年位居亿万富翁排行榜前列。有人估计他的净资产高达数千亿美元。他处于食物链的顶端，是最富有的人。这个城市里所有所谓的精英家庭，在他眼里都只是平民百姓。他只需打个响指，整个城市都会为之颤抖。我真的不明白，像他这样的人，为什么会多看我这样的人一眼？但不管原因是什么，那天我就搬进了他的豪宅。
他和他的名字完全不符。他的名字听起来温柔而浪漫，但杰克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他把我拉近，紧紧地抱住我。他的气味包围着我，充斥着我的感官，让我无法呼吸。但正如他承诺的那样，他没有试图强迫我做任何事。他遵守了他的诺言。与此同时，在城市的另一边，布里特妮支付了$10,000的礼仪学校学费，正式开始了他的金丝雀之路。无论他看向哪里，看到的都是名牌包、手表、钻石手镯和铂金项链。布里特妮这辈子从未见过这么多高档货，他的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他更加坚信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，这所礼仪学校就是他通往美好生活的门票。毕竟，我们的邻居艾希莉就是在这所学校毕业后，成功嫁了个大人物。所以，他为什么不能呢？反正她比艾希莉好看多了。但仅仅几天后，艾希莉就彻底变了样。布里特妮嫉妒地盯着她，艾希莉的脸完全不一样了。她显然做了医美，她的鼻子更高了，眼睛更大了，下巴也变得尖尖的，轮廓分明。布里特妮觉得自己完全被比下去了，似乎其他人都已经人手一个爱马仕包了，而她还在穿从我衣柜里偷来的衣服。而且她的脸依然蜡黄蜡黄的。布里特妮不想被落下，她决定自己也必须去做整形手术，眼睛、鼻子，所有地方都要整。她很快就花光了所有的钱，甚至还欠了整形医生一大笔债。上了几节课后，大多数女孩都已经拥有了名牌包，像炫耀战利品一样到处显摆。布里特妮觉得无论如何都要跟上他们的步伐。一开始，他试图从爸妈那里榨取更多的钱，但没有我在身边支付账单，家里已经彻底破产了。所以，布里特妮使出了杀手锏，他威胁说，如果不给他钱，他就自杀。爸妈别无选择，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。一开始，他们还能凑到一些钱，但他们太不负责任了，到处借钱却根本没有还钱的打算。很快，就再也没有人接他们的电话了。但布里特妮根本听不进道理，他不断施压，要求越来越多的钱。在脸上花了数万$后，他只把自己整成了一个廉价的名人仿制品。他的脸又肿又青，看起来就像被1000只蜜蜂蛰过一样。布里特妮本来计划再等几周，等消肿后再公开露面。但这时，礼仪学校里的另一个女孩居然真的勾搭上了一个大亨。现在，她在社交媒体上到处炫耀自己的新生活，她的名牌衣柜，她的私人飞机。布里特妮极度的发疯，她坚信自己才应该是第一个嫁入豪门的人，才应该过上奢华的生活，成为所有人羡慕的对象。于是，她策划了一个计划。她开始在网上匿名散布谣言，试图诋毁那个女孩。井号假名媛莉安妮从头到脚都是假的井号。井号莉安妮的金主是个老色鬼井号。这两个标签迅速走红，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热潮。几个小时内，莉安妮的整个生活都被曝光了。原来，她根本不是什么优雅的名媛，而是一家低级脱衣舞俱乐部的钢管舞女。就这样，莉安妮成了众人的笑柄，一个行走的笑话。她嫁入上流社会，在金笼子里幸福生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